你是谁？说呢？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少说废话，拿命吧！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身为黑衣社成员，这等背叛之事，竟然还有脸为自己求情？当时在大漠之中，我不过是心存不忍，一时冲动才喊出那句话。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在荒山中，我已经死过一回了，你们就当我死了还不成吗？可你还活着，只有死人才会闭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泄露任何秘密。下午那位狄大人盘问于我，我将责任全部推到了房哲身上。你想一想，说出了大漠中的实情，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你就放过我吧。啊！啊！啊！你真的是内奸？怎么样，廖副将，该说实话了吧？大人，我……好吧，我先给你开个头吧。你是黑衣社隐伏在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隶属于圣骑士王强。就是你将解运大军出发的时刻及到达凉州大漠的时间提前通告了黑衣社，并暗匿军中，以为内应。你故意将为大军储备饮水的后军放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当地洞爆发，强风袭来之时，储水后军首当其冲。我说的不错吧？是的。在大地洞过后，大军失去了饮水，更为糟糕的是，连官道也被黄沙掩埋。方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率领小队军士前去寻水找路，而为小队带路的人正是你。你将他们带进了黑衣社预先埋伏好的袭击地点。就在他们皮可交加之时，那些伪装成神仙的黑衣社歹人们便出现了。大人，还是我自己说吧。说吧。大人可能知道，甘凉大漠地处偏僻，大漠中天气变化奇诡莫测，平常眼见的晴空朗朗，可转眼之间暴风便横扫而来，青旅上队多受其苦。如果再遇到大地洞，那旋风沙暴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是的，我知道。本来大漠解饷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由我在大军使用的罗盘和地图上做下手脚，将大军带入沙漠深处的大风口抱沙梁。那里不要说地洞之时，就是平素一天便要爆发3、4次大旋风。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大军失去饮水，待大军失水后，再由我将他们引到黑衣社预先埋伏的地点彩虹峡谷。镇卫圣骑士早已率人在那里等候。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暴风过后，房将军却令大军原地驻扎，他率小队前去寻路找水。我劝说他率大军同行，可他却执意不肯。我无奈之下，只得领着房将军和找水小队进入彩虹峡谷。当黑衣圣使出现的时候，房将军非常紧张。什么意思？好家伙！将军，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静观其动。
水！啊！黑衣天王是来救我们的，弟兄们，快去喝水！藏在水里的毒药名叫欢乐笑，是黑衣社经过多年研制而成的奇毒，它无色无味，难以辨别。人服用之后极其兴奋，狂呼高唱，不能自己。然而，一旦停下来，药毒便侵入肌理，致人死命。当时那里的情形我是亲眼见到的，军士们不到半个时辰，便力竭吐血而亡。启壮，真是惨不忍睹啊！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置数千生命于不顾，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大人，当时我亲眼看着众军喝下毒水之后，我的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当时你良心发现，提醒访者水中有毒，然而访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身旁的黑衣社歹徒刺伤，而你自然就成为了黑衣社的叛徒。大人，这些你怎么知道的？推断。推断。好了，你继续说吧。眼见众军喝下水后并无异状，方将军渐渐失去了戒心。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是啊，走，看看去。哎，多谢天王搭救，访者敏感五内，莫齿不忘。待到达凉州之后，末将要具表朝廷，为黑衣天王树碑立庙，光大神德。喝水吧。方将军，水里有毒！方将军，是我害了你。方将军，身为黑衣圣使，竟如此的脆弱，在关键的时刻感情用事，叛卖神圣，险些是计划功败垂成。廖文清，你该当何罪？圣骑士，你不用解释了，你马上带我找到捷运大军，或许还可以将功赎罪。是。这位圣骑士命我带路，找到了在沙漠中驻扎的大军。我谎称已找到了通关路径和饮水，方将军就在前面等候。众军深信不疑，喝下了黑衣社带来的毒水。事情结束后，我被带回了荒山古堡，见到了圣骑士王强，他当即下令将我处死。于是我被带出古堡，来到荒山之中。走，快，快走！快点！快！好了，就在这儿吧。跪下！我们走，走。当时生死攸关，我赌那个行刑的黑衣圣使会刺我的心脏，于是我提前侧身，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是这样。恩师又被您说中了，访者果然是冤枉的。那么后来呢？后来
山中下起了大雨，我挣扎着在雨中奔跑，不久便失去了知觉，这才有了您在峡谷中将我救起的那一幕。你刚刚说起大漠结响的首领叫镇卫圣骑士？正是，她是黑衣社8位圣骑士之一，是个女子？是的，大人可能有所不知，黑衣社的8位圣骑士除王强1人之外，其余7人都是女子。哦，他们平时以面具遮脸，不露形容，镇卫圣骑士的真面目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黑衣天王是男是女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黑衣天王，听社中人说只有8位圣骑士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归义伯王凯在黑衣社中是什么职位？王凯就是圣骑士王强的哥哥。王凯从没听说过。大人，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黑衣社的成员？首先，你出现的地方非常可疑。我们是在距离荒山谷堡约30里的峡谷之中救起你的，而这个地点距大军遇袭的大漠有200多里。如果说你是在大漠里与结响的黑衣社歹人搏斗之后身负重伤逃出升天，那么你为什么不奔到凉州向官府报告，而是要穿过凉州城到荒山中去呢？今天你苏醒之后对我说起，你在大漠中发现了黑衣社的阴谋，被内奸房哲抓捕之后发送到古堡之中，这就更可疑了。首先，房哲将你抓住之后，为什么不逼迫你服下毒水，与3000解运大军一起死在沙漠中，却要多此一举地将你带到荒山古堡，再行灭口之举呢？不错不错，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信服。第二，作为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房哲，在结响行动结束之后，为什么不随同黑衣社的歹人离开，却要假装身负重伤留在现场？如果说他留下是为了苏醒之后编造一个黑衣天王劫夺响银的神奇故事，将案件引向冥冥之中，这还有情可原。然而房哲的行动路线却恰恰相反，在刺史府中，他明明已经醒来，却假意昏迷，几次3番暗中潜入你养伤的这个西厢房中。怎么？房将军曾到西厢房找我？当时元芳和小桃认为他是刺客，我也曾一度这样认为。然而随着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在古堡中找到了响银，随着我们查抄归义伯府，搜查房哲的房间，我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初的推断是错误的，房哲并不是内奸。恩师，那么房哲为什么要几次3番潜入西厢房，又为什么逃出刺史府去找王氏兄弟？作为解运大军的主帅，丢失响银，其责之大，不言而喻。就算是圣上宽恩，免去房哲的死罪，他也要锒铛入狱，永世不见天日。因此他不是不想醒，而是不敢醒啊。不敢醒？是啊，一旦他苏醒，便会立刻被押回神都，交3法司处置，他就再也没有争辩的机会。我想当时房哲的想法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他还在重伤昏迷之中，朝廷
便不至将其押回神都，交付三司。然而当我到来之后，他在假意昏迷中听到我们在荒山中救了一个重伤的军官时，一切都改变了。他夜探西厢房，想看一看这个军官是不是出卖他的廖文清。果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于是他第二次潜入西厢房，想要从廖文清的口中问出项银的下落，将功折罪。原来是这样。我二探古堡回城后，小桃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在屋外听到有人嘶哑着嗓子低低的吼叫。起来！快告诉我，项银在哪儿？在哪儿？快告诉我！说。这就是所谓刺杀廖文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当房哲发现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他时，他便连夜逃出刺史府，去找他的好朋友王凯。王凯是房哲的好朋友？目前这二人失踪，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只能做出唯一合理性的推断。方哲是凉州人，王凯也是世居凉州，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旧时相识。有道理。那么他找王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请王凯帮忙夺回饷银。您的意思是王凯也不是黑衣社的成员？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肯定。即使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方哲也并不知道，否则他绝不会前去找他商议对策。今晨我们搜查方哲在归义伯府的房间，发现那里边空空如也。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张三，东跨院的总管。哦，方哲是住在这间房中吗？正是。他以前来过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从来没有。他走了以后，这间房子你们收拾过吗？收拾过。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和现在一样，小的们就是擦了擦桌子，扫了扫地。哦，那梦柜中就是空的吗？正是。那些衣物是房哲的吧？回大人，这是我们老爷的，因房将军来时空着身子，什么也没带，因此老爷让我们把他自己的随身衣物给房将军拿来用。这你还记得吧？是的，我记得。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果说房哲真是黑衣社的成员，即使暂时住在归义伯府中，怎么会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一点太不合常理了。而且黑衣社有统一的着装，黑袍和青铜面具，可在房哲的屋中什么都没发现。这令我确信房哲绝不是黑衣社的成员。此时我感到大漠解响的真相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
同时，我也想到了廖文清。大人，您是我所见过最精细、最聪明的人。回到刺史府后，狄春和小桃告诉我，有刺客前来刺杀廖文清。当时，曾泰提出了一个问题：学生不明白，黑衣社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刺杀廖文清？如果在房哲的身份暴露之前，他们派人前来刺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廖文清醒来说出真相，房哲内奸的身份就会暴露。可现在呢，房哲的身份已露，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冒这种风险呢？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曾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大漠劫抢真相的原因。当时，曾太已经察觉到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太合乎情理，而我已经渐渐地确定，那个隐藏于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不是房哲，而是廖文清。黑衣社之所以会派人前来暗杀，就是怕一旦廖文清说出实情，房哲的冤屈就会被洗清。这样，他们利用房哲内奸的身份，精心策划的一场引我们找到响银的计划便会暴露。什么？恩师，是黑衣社故意要引我们找到响银？如果不是这样，王强身为黑衣社的圣骑士，为什么要引领他的敌人房哲前赴荒山古堡，并且让他看到那些响银呢？为什么？因为黑衣社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归义伯府，一直在盯着房哲，只要他有动静，我们立刻就会顺藤摸瓜，跟踪追击。事情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王氏兄弟带房哲前去荒山古堡，我们随后跟上，在那里果然找到了响银，而这恰恰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可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问得好，这一点现在仍然是个谜团。这就是今天在大校场为什么我说将有大事发生的原因。下午廖文清醒来，一番说辞漏洞百出，我确定你是在撒谎，原因当然是害怕说出实情后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入夜之后，我暗命狄春假扮刺客，巧使诈术，终于逼得你自己说出了真情。真是防不胜防啊！我以为自己的一番说辞已经天衣无缝，谁料想，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3000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我好了，而今你重伤初愈，还是好好休息吧。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